2007年，大河剧《风林火山》播出，将独眼军师山本勘助的传奇故事再度推至台前。他半生漂泊，以浪人之声起步，最终成为武田信学麾下的核心智囊，却在川中岛战场上迎来了悲壮的终局。他的一生充满了未解之谜。现在，让我们一同穿越回战国时代，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还原这位传奇军师的真实面貌。山本勘助又名原助，出生于1493年明应2年的三河国保范郡金川家家臣山本真信之家。家乡与德川家康的故乡冈崎城相距不足30公里，同属东海道农业发达区域。12岁时，因为牛久保城城主牧野氏的家臣大林勘左卫门膝下无子，他被过继给其做养子，改名为勘助春信。牛久保城虽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平城，却为少年勘助提供了接触筑城知识的契机。1513年，怀着对武学与兵法的追求，山本勘助选择成为浪人，踏上了漫长的修行之路。他游历各地，积累实战经验，同时开拓视野。期间，他曾在真言宗总本山，日本的佛教重要圣地，也是放逐首选地的高野山修行，学习被视为伊贺忍术思想根源的山伏兵法。山伏作为日本传统宗教实践者，擅长野外生存、情报搜集和格斗，其技艺对忍者战术影响深远。在高野山，勘助获受魔力之天象，并将其奉为终身守护之神，从此随身携带。离开高野山之后，勘助继续游历四国、九州、山阴、山阳等地，沿途考察城池构造和防御体系，逐渐掌握了精湛的筑城术。他还参与了多场实战，并在京都研习行流剑法。长达10余年的修行，将他锤炼成一位精通天文、地理、兵法、谋略和剑术的全能浪人。1528年，山本勘助结束游历，回到了大林家，却因大林家诞下亲生男婴，失去了继承人地位，不得不解除养子关系，改回山本姓。山本勘助再次成为浪人。此后，他继续前往关东地区修行，直到8年后的1536年，43岁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具备足够能力出使大明，遂前往骏河国，希望在金川家仕官。因没有推荐人，只得先在金川家的安原忠印手下做食客，希望能通过安原忠印的举荐，从而得到金川议员的重用。然而，注重门第和外貌的金川议员，面对这位肤色黝黑、独眼、矮小且跛足的求职者，大为失望，以山本勘助无门第、无排场且相貌丑陋为由，拒绝接纳他。这段被金川家拒绝的经历，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战国大名选拔家臣时，外貌、出身和排场都是重要考量因素。勘助的身体缺陷确实可能成为他晋升的阻碍，而这一拒绝也成为山本勘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被金川家拒绝之后，山本勘助继续过着浪人生活，四处漂泊寻找雇主，这一漂又漂了整整7年。1543年，23岁的武田信玄已经统一甲斐国，正计划向信浓国扩张，急需有才能的武将和军师。此时，信玄的重臣板垣信方跟信玄透露，金川家的家老安原忠印家中有一位神秘食客，独眼跛足，外形丑陋，但精通兵法，善筑城，正在寻求出仕机会，可用之。信玄于是决定破格接见他。两人见面之后，山本勘助凭借对关东地形、各国势力格局的精准分析，以及对武田军扩张策略的独到见解，彻底打动了武田信玄。两人相谈甚气，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尽管家臣们对招募这个来历不明的浪人意见颇大，但是信玄不顾家臣对山本勘助的质疑，
以200贯的高额俸禄将勘助招入麾下，这在当时已是中级家臣待遇，对浪人而言更是破格之举。年近50的山本勘助终于实现了出使大明的夙愿。这段经过后世美化的破格录用的故事，主要为了突出武田信玄重视人才的实际能力，而非外貌或出身。实际上是勘助的铸成术和战术见解，这是武田家当时急需的，这才让他得以脱颖而出。而山本勘助如何搭上百元信方的，在风林火山等影视剧中都会以英雄救百的形式展开。史学界认为山本勘助的家族和武田家的旁支学山氏有远亲关系，这是通过学山氏的举荐，信玄才愿意给予他机会。这一说法也解释了为何信玄敢于信任一位来历不明的浪人。加入武田家之后，山本勘助很快迎来展现才能的契机。彼时武田信玄刚于去年攻克了邹访国，邹访国主邹访赖仲被逼自杀，邹访氏灭亡。但邹访地区的国人和百姓对武田氏的统治充满抵触，随时可能爆发叛乱。山本勘助建议武田信玄将邹访赖仲的女儿邹访玉料人纳为侧室，家臣们一听纷纷反对，认为留下仇敌之女会招致祸患。而山本勘助却认为，若将邹访玉料人纳为侧室，待他诞下信玄骨肉之后，邹访家的遗臣便会寄望于其复兴邹访家，从而对武田家忠心耿耿，这是安抚邹访地区最省力的方式。信玄采纳了他的建议，纳邹访玉料人为侧室。后来邹访玉料人顺利诞下武田氏末代家主武田胜赖，邹访地区果然稳定，再无大规模叛乱。这一联姻定领地的策略展现了山本勘助的智慧。需要说明的是，影视作品中勘助对他怀有隐秘爱恋的情节纯属艺术虚构。若一个家臣仅靠谏言纳妃留名，恐怕只会变成弄臣而不是传奇。山本勘助作为军师，真正奠定其地位的是他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1550年，武田信玄攻打村上义亲据守的护石城，却因城池防御坚固，守军抵抗顽强而遭遇惨败。此役中，武名城之首横田高松战死，少山田信友重伤濒死，信玄亲自督战以南宛颓势。这场被称为护石奔的失利，是武田信玄军事生涯中少有的重大挫折。在武田军兵临全线崩溃之际，山本勘助挺身而出，他借调猪脚虎定所率的50骑精锐，在护石城附近高地竖起大量武田军旗，点燃多处炊烟，布下围本阵，成功营造出武田主力援军已至的假象。待村上军看到远处的旗帜与炊烟之后，误以为武田军援军已到，顿时陷入混乱。山本勘助趁势率残部发起反击，成功掩护信玄本阵撤离。凭借此战的功绩，勘助名声鹊起，更被提拔为俸禄800贯的族亲大将，正式进入武田家核心家臣团。山本勘助青年时期游历各地所习得的铸成术，是其另一项核心才能。他后来被列为武田2之4将和武田5名臣之一，铸成能力是关键因素。他的铸成术被后世称为山本勘助入道道鬼流，入道指的是出家为僧。山本勘助晚年曾短暂出家，而道鬼则是他的法号。他的流派特点是以防御为首要目标，结合地形打造寨垒要塞。他参与或指导修筑的代表性城池包括高远城，位于伊那谷的制高点，易守难攻，可俯瞰整个伊那地区，是武田军监视东海道洞箫的重要据点，现在长野县伊那市。小诸城，建于山地和平原交界处，利用河流做贴壤护城河，易守难攻，现长野县小诸市。海津城，又名松代城，1553年受信玄的命令建造此城，由高坂昌信担任城主，以防卫越后的长尾景虎，为川中岛之战关键据点，视野开阔，既能快速出兵，又能有效抵御攻城，至今仍是日本重要的历史遗迹。1547年，武田信玄为统治家臣团，规范领地统治，参照金川议员金川甲名目录，制定了著名的武田分国法，甲州法度之次第。
这部法典共57条，涵盖军事、行政、司法、伦理等多个领域，是战国时代最完善的分国法之一。史学界普遍认为，山本勘助参与了这部法典的编纂工作。他长期游历各国，对不同大名的统治制度有深入了解，尤其是在骏河家生活期间，研究过金川市的分国法。该书主要条款旨在解决该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一条还规定，信玄本人也必须遵守这条法律的内容。如果信玄犯下任何违法行为，他可以被任何人起诉，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甲州法度之次第也是最早运用战国一词来指代当时的文书。在第20条即开篇即写道，天下战国之上。武田家也因此法度的颁布，将实力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山本勘助的贡献不可忽视。护石神之战之后，北信农的豪强村上义亲因为实力大损，不得不投靠越后国。越后之龙上杉谦信，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并称为战国双雄，以勇猛善战、军纪严明著称。自此，武田氏和上杉氏围绕北信农的控制权展开了长达10年的激烈争夺，其中便有战国史上著名的川中岛之战。严格来说，川中岛之战是5次战役的总称，其中除第4次之外，其余多为小规模冲突。而1561年爆发的第4次川中岛之战，不仅是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烈的一役，更成为山本勘助的最后一战，并且改写了武田氏的军事格局。1561年8月，上杉谦信率领约13000人大军，穿过越后和信农交界处的山地，抵达川中岛地区，在海津城对面的海拔1000米的七女山布阵，意图通过占据制高点压制武田军的活动范围。武田信玄闻讯，率领主力约2万人从甲斐出发，进驻海津城，与上杉军形成对峙。对峙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都不敢轻易主动进攻。9月9日，山本勘助经过多日观察地形，分析上杉军的动向，制定了一套大胆的战术计划，即啄木鸟战术。该战术模仿啄木鸟啄树惊愁的习性，将武田军分为2路。第一路为啄木鸟队，约12000人，由武田家的重臣高坂昌信和马场信房率领。任务是悄悄绕到七女山后方的山地，在夜间发动突袭，目标是击溃上杉军的后方营地，或使上杉军放弃七女山的制高点，下山向八幡原方向撤退。第二路为补充队，约8000人，由武田信玄亲自统领，率武田信繁、山本勘助在八幡原提前布阵，利用平原地形优势迎击下山的上杉军，形成前后夹击，意图一举歼灭上杉军。在山本勘助看来，这一战术堪称天衣无缝。然而，勘助低估了上杉谦信的军事洞察力。常年于山地作战的谦信，对地形和敌军动向极为敏锐。他察觉武田军营炊烟减少，又接探报称七女山的后方出现小股疾民活动，遂识破啄木鸟战术的意图。上杉谦信立刻将计就计，趁夜率领上杉军的主力悄悄下山，放弃制高点，提前向八幡原战略转移。此时八幡原浓雾弥漫，上杉军借雾色顺利抵达，而武田军的补充队尚未完成最后的布阵，甚至部分士兵还在准备早餐，毫无防备。大雾渐散，上杉军如神兵天降，突然向武田军的补充队发起突袭。武田信玄的本阵位于八幡原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受到攻击。武田家的核心将领包括武田信玄之弟武田信繁、武田24将之一的柱脚虎丁，以及出入野中次、游川信廉等重要将领先后战死。武田军瞬间陷入苦战，阵线几乎崩溃。著名的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的一起讨就发生在此时。山本勘助得知战术失败，深知因自己的误判将武田军逼入绝境，于是决心以死谢罪。武田三代记记载，他手持佩刀，单枪匹马冲入上杉军军阵中，奋力斩杀数名士兵之后，被上杉军士兵团团围住，身中数枪而死，享年68岁。山本勘助战死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
夜袭七举山的啄木鸟队扑空之后，火速回援八幡原，与武田信玄的残部对上山军进行夹击。最终，上山军向上光寺方向败走。第4次川中岛之战以武田军的惨胜而告终。此战，武田军保住了北信农的控制权，却损失了大量核心将领，包括山本勘助在内，共有逾10余名重臣战死，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而上杉谦信虽未能夺取北信农，却也给武田氏造成了沉重打击。此后，双方再无大规模决战。山本勘助阵亡之后，其遗体下落沉迷，有被上杉军掩埋或随阵亡者一同火化等多种说法。在现在的长野县长野市，毗邻当年主战场八幡原之处，皆有一座江户时代新建的勘助冢，作为对他的象征意纪念。据说墓葬中有遗骨，但已无法判定是否来自山本勘助。如今，这座冢已成为长野县的一处重要的历史遗。长期以来，由于记载山本勘助的核心史料仅有甲阳军舰，且该书部分内容带有浓厚的文学演绎色彩，史学界一直存在山本勘助是架空人物的说法。直到20世纪后期，适合文书等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古文书，才为他的真实存在提供了确凿证据。1969年，正值以川中岛合战为背景的大河剧《天与地》热播期间，一位观众在看到剧中出现的带有武田信玄花押的书信之后，主动联系电视台，表示家中藏有类似古文书。这份被捐赠并最终定名为适合文书的文献，经鉴定确认为武田信玄亲笔手稿，成为关键性实物证据。适合文书中明确出现了山本兼助这一姓名，兼助与勘助在日语中发音相同。文书内容记载，他是武田信玄麾下负责军事侦察的家臣，多次向主君汇报关东地区的敌军动向。这一发现不仅首次从持证角度确认了武田家中确有名为山本兼助的武将存在，更与甲阳军舰中山本勘助的身份和职能高度吻合。据此，学界普遍认定山本兼助即为山本勘助，二者视为同一人，兼与勘仅为书写差异。这批文书填补了山本勘助早期活动记录的空白，为其真实生平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如今，历史与传说已然交融，这位独眼军师不再仅仅是一个16世纪的武将，他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乱世之中无灭的志向、志摩的光辉，以及士为智计者死的忠义精神。其形象虽在流传中被不断艺术化，但文献和实物的双重证据，终使这位独眼军师在虚实交织的历史图景中，传唱着一个真实和想象交织的战国之梦。